距离下一轮诡异破门还有60秒。6块钱，现在小游戏都这么会逼氪了？行吧，谁让我今天心软。关联玩家管埋员为你投放物资。那时我还不知道，我随手投喂的不是纸片人，是一个活生生的男人。更不知道有一天，我也会掉进这款游戏。换他来救我。简离，别再纠缠了，她是富家大小姐，你一丁点都比不上她。奋斗真的太累了，我只是想吃口软饭而已，没错吧？我没有纠缠，我只是想要回之前借给你的5000块钱。黎黎，我以为我们是真心相爱，你怎么这么没品？分手还问前任要钱？离你大爷离！这是你借的钱，快点还钱！不还钱，我立刻去找你的大小姐，让你软饭泡汤。前阵子说有急用，原来是拿我的钱去给大小姐献殷勤，来回吃软饭你还挺会安排。好吧，黎黎，等会儿我从借贷软件套点现还你。你这个疯子，疼死我了！什么时候下载的？玩家减0，请输入你的游戏 ID， 输入无法更改。试玩几分钟还设门槛。玩家管埋员，进入游戏后请谨记以下几点：第一，与你关联的游戏人物是真实存在的，请尽力保障他的存活。第二，当你关联的游戏人物死亡，你将接替他继续进入下一场游戏。第三，游戏处于内测阶段，公测时间待定。第四，这或许并不只是一款游戏，请认真对待，请认真对待，请认真对待。提示语还挺夸张。可谓目中无人，投喂食物。即将为所有玩家随机匹配关联玩家，死亡游戏将在关联玩家手机中以游戏形式呈现。已为你匹配随机关联玩家管埋员。关联玩家，我在他手机里。游戏人物死了可以重来。我可是活生生的人啊！管埋员，这名字也不像什么好人。管埋员为你投放物资：面包1，矿泉水1。这3瓜2枣的就感激了。原来红色代表受伤流血。新手礼包已发放，已放置进玩家管埋员背包。牛肉饼2，食用单个可增加饱腹值30点，矿泉水2，每瓶可增加饱腹值10点，回复生命值5点。面包和水加的数值不多，精神倒是恢复的挺快。我取的是管埋员，小人却叫目中无人，关联角色还不能跟玩家共用 ID， 内测游戏设计的有点问题。反正都是免费物资，
分币不花，主打陪伴。要是能自由捏脸，建个1.85米、8块腹肌、宽肩窄腰的建模脸，我说不定还愿意爆点金币。牛在吼，马在叫，小小牛马喊收到。毕业1年，设计师听着体面，到手5500，工作却谁都能替。管埋员，你那里还有物资吗？我需要疗伤药物、食物和武器，如果有的话，麻烦投放给我。管埋员在吗？如果有什么条件，可以尽管提。我现在看起来应该像个对着空气比划的傻子。管埋员给你投放物资：绷带2、金创药3、牛肉饼2、矿泉水2、钢管1。真的有用，我想要的全都有。我在这里活命都这么难，管埋员给出这些东西，应该也不轻松。剩下2天，我一定能活到游戏结束。击杀地级诡异1，随机掉落属性，敏捷1，已为玩家自动装备。击杀诡异，还能掉落属性？中午关的匆忙，那小人不会还坐在床上等我吧？游戏人物还会自己探索剧情，玩家都没有体验感了。我用脚设计的剧情都比这好。之前有这么高吗？剪刀又是哪儿来的？图穷匕现了吧？设计漏洞这么多，还想让我充值？莫名其妙出现在手机里的软件，谁知道付款时会不会把我的存款全划走？不充，绝对不充。
只剩1瓶药，还要撑1天多。睡一会儿，至少还能慢慢恢复一点生命值。想我海城持家独生子，偌大家业以后都是我的。以前吃穿住没有一样不讲究，现在连命都系在裤腰带上，一朝天堂，一朝地狱。哪来的烧烤味儿？不是做梦，真的是烧烤。小哥，我看你身手不错，对其他人也不恶意下手，来我的房间，我可以给你提供食物，你帮忙赶走诡异，我们一起活到第4天。跟我待一个房间，我也可以保障你的食物，你只需要保护房子安全。下午还是脏衣物，这套衣服是从哪儿来的？他们之前都说能包吃包住，多出来的食物又是哪儿来的？我考虑一下。该不会是我的关联玩家正在手机前吃烧烤，我却只能闻到味儿吧？要真是这样，这死亡游戏是真的狗到家了。就剩这一个救命的饼了。等明天实在扛不住再吃。没有玩家操作，他们也会自己社交，过自己的生活。玩家连小人说了什么都看不到，怎么理解剧情？这是跳舞？他怎么会和我的动作同步？这游戏不会在监视我吧？已经这么饿了，还知道留着食物备用。期盼我充值，跟我一样的小人物，命像草一样轻，真死了是不是也没有人在意？什么？现实里再有钱再威风，也可能死在这个没人知道的地方。管埋员还会像之前一样给我投放物资吗？管埋员，谢谢你，很及时。管埋员一定也在为这些物资努力，才能每次都在生死关头送到。以后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要好好感谢这个队友。坚持到明晚午夜12点，就满4天了。希望到时候能顺利回家。
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牛肉面。总算没那么寒酸了。这2个数值怎么涨了这么多？10点属性是游戏人物自己分配的，大部分事情都自己决定。或许设计者就是想让玩家等意外惊喜。来了，也想跑？Damn it! I'll chop you up right away! 砸碎，老子马上就能剁了。居然能自动翻译成中文，转身就是把后背交给万农，躲回房间也没用。他能杀到这里，破门不会比诡异难。不能坐以待毙。要不我干脆吃软饭得了。你这种长相不适合过日子，也就我不会嫌弃。你很漂亮，身材也好，应该多看看自己的优点。你这么漂亮，为什么不用美貌赚钱？实在不行，去网上做些迎合打赏的秀场出镜也可以。陆浩然一开始接近我，恐怕就有打算，想把我培养人对他言听计从的富婆。可惜我不开窍，没让他吃上软饭，所以他另攀高枝了。大晚上鬼叫什么？我不是才充了9.9块吗？怎么还往死里虐？其他玩家的弩是哪儿来的？一个破牛肉饼比现实里卖的还贵。1000块！这是被人民币玩家血虐了。给我一个惊喜，反败为胜。可怜的小白脸儿，要是在现实世界遇到你，我可舍不得杀，说不定我还会留着你，看你跪在我的脚边摇尾乞怜，真可惜。小白脸，你可以哀嚎求饶，说不定我会放了你。拐埋元投放物资1份辣椒面。真赢了！穷养的小人真把氪金小人反杀了。
不会是游戏故意安排一个装备好的小人，先把我的小人逼到绝境，再骗我充值吧？切，说不定其他玩家也是假的，就是专门来做局的。唉，算了，也就10块钱。打得这么精彩，还一直没放弃，也值了。一瓶能加50点生命值，这么算，新手礼包还挺划算。反杀补状态，杀法果断，还挺坚韧。首次击杀同族玩家，奖励自由分配属性点石。10点大多加到速度上了，换成我也会先加速度。这种地方能逃掉才能活下来，也没只顾着逃，还留了力量杀怪。其他几个都能理解，恶心想吐是怎么回事？第一次杀死同类，就算是活下来的战士，第一次杀人也会恶心想吐。槽点这么多，这种细节倒做得挺真实。333，还挺好记。首次击杀同族玩家，我杀了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我成了杀人犯。为什么哭？因为我没钱给你买好装备，害你差点死了？还是因为这里全是怪物，又亲手杀了同类？还是一个人撑得太久，委屈、害怕，又没人能说？你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他们都躲在门后，等你活下来，才开门找你。你在农村待得好好的，城里花销大，我们实在供不起2个孩子。你要懂事，要理解爸妈的难处。弟弟回家了，不说了哈。黎黎别哭，奶奶不嫌弃你，奶奶陪你。你弟弟在读高阶学府，要花很多钱，你还好意思跟我要钱？白眼狼！这次换成我跟你同步了。可怜人和可怜的小人。我猜你是杀死同族之后恶心想吐，才躲起来哭，就当哄哄你了。也不知道你这个游戏小儿能不能明白我的心意。管埋员为你投放物资，馒头乘2。你能看到我吗？谢谢你安慰我，真的感谢。我现在看见肉就想吐，馒头却正好能填肚子。
管埋员看出了我的痛苦，连这个都替我考虑到了。我一定会变强，好好活下去。我绝不会让你失望。之前的烧烤味儿可能不是管埋员在吃东西，管埋员当时或许在想办法获取辣椒面物资，我还以为只能闻着队友吃烧烤，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情感还挺丰富。我给了2个馒头，他愧疚什么？明早又要开周会，哼，再不睡，明天开会时就要当众点头了。晚安，希望你能拆到很多好物资，以后我就不用再充值了。这20来块花的也还算值，希望你变成开心小人。他有的东西几乎把我之前的物资全囊括了，大丰收。血肉愈合了，骨头还没恢复。刚才那一剑正好是最后一支。如果还有剑，就算辣椒面护住眼睛，他也能继续射死我。现在太脏了，会把这么好的衣服弄脏。等回头洗干净再穿。管埋员知道我经历残酷厮杀后吃不下肉，才给了我最简单的馒头，这是在告诉我，我不是一个人。怎么这么硬？队友说不定正看着，不能让队友寒了心。简灵，你来我办公室一下。好。王主管，您找我什么事？先坐。简灵啊，你来公司也快满1年了吧？一毕业就进了咱们公司，你觉得咱们公司怎么样？马上要开早会，却单独问我公司怎么样？我觉得公司挺好的。公司也看出来你是个踏实的人，现在打算给你涨点工资，所以找你商量一下。涨工资还需要商量？谢谢公司能看到我的努力，愿意给我涨薪。你刚毕业就来了咱们公司，可能不知道外面的公司有多险恶，
不给员工缴社保，随意加班又不给加班费，还有欺负新人的，这些都很常见。年轻人就要多奉献，公司也是看好你才锻炼你嘛。先让我感恩，接下来才好塞额外工作。简黎啊，咱们公司现在线上生意不太景气，前2天又有一个线上导购辞职了，现在合适的人也不好找。上面商量了一下，你在公司里算是十分漂亮的，所以想问问你这段时间能不能兼任一下出境导购？兼任线上导购，王主管，我这人社恐，不擅长在镜头前说话。公司还给你加500块工资，要是设计的活干不出来，你就跟小李商量，让他多分担一些。你对产品很了解，介绍起来也轻松。对不起，主管，我没办法胜任。我光是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已经很累了。我的工作是设计师，公司导购不够，可以再招导购。把额外的工作分给任何一个同事，大家都不会高兴。年轻人就应该多尝试，多奉献。你这样多少有点不知好歹。他都敢离开房间去冒险，我却要为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留在温水里任人加码。如果您认为奉献是对的，那就应该由您带头。您去兼任线上导购吧。现在很多导购不靠颜值也能做得风生水起，您说不定也可以。你是在骂我长得丑？不想干就滚！你的去留是我说了算，不识好歹。您这是要开除我吗？因为员工拒绝新增的不合理工作量，就随意开除，公司需要拿出合理赔偿。不服管教，咱们走着瞧。怎么回事？笑面虎让你去干什么？没事，只是我可能要另找工作了。完蛋了，我好不容易才有一个合适的上班搭子。不过我尊重你的决定，这家小公司确实没什么发展前景。你漂亮又聪明，走出去说不定会有更好的发展。谢谢。真失业了，也能缓一阵，慢慢找下一份工作。有些同事自私自利，只考虑自己，一点都不为公司的发展着想，把个人利益看得太重。有些同事不要总想着投机取巧，要多向优秀的员工学习。王主管，不必说有些同事，也不用一边说一边眼睛抽筋似的往我这里飘。您直接点名吧。简黎，对不对？不想干就滚！你的去留是我说了算，不识好歹。被开除就被开除，我拒绝的只是500块钱兼任一份主播工作，不是我的本职工作。2天之内，男朋友和工作都没了。怎么又伤成这样？这又是什么怪物？这是大 boss， 他都快被打烂了，怎么还兴奋？难道是个抖 M？
皮太厚，万弩几乎伤不到他。他每次只攻击一下就退回去，或许能利用这个规律。嘿，兄弟，要不要合作？枪，杀死这个大块头，应该能掉不少属性点吧？单独对付怪物，打不过还能跑。现在腹背受敌，不能轻易开战。怪物可以让给你们，我受伤了，需要回房间休整。逃什么懦夫？我们可以一起杀死怪物，说不定会爆出好东西。管曼员已经每次都在极限救我，队友能力有限，能给我的或许已经是全部。或许你们两位现在都可以滚吗？我担心不小心杀了你们，会弄脏我的漂亮衣服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先滚。你在挑衅我吗？大家都是被拉进游戏里的可怜人，就算不合作，也没必要互相攻击，可以好好谈谈。贱人，你太狂了！那枚挂件是微型炸弹，别人不但有枪，还有炸弹。我让你滚，你怎么在用腿跑？既然不滚，就先去怪物那里探路，那里太脏了。我可以探路，但我想活着。表现得好，我可以考虑留你一命。暂时看不出身手，但杀人的时候没有半点迟疑。杀死第一个同族玩家时，我得到了10点自由属性。他宁愿忍着脏也要亲手杀人，继续击杀同族一定还有好处。要不要抢下这个人头？捡漏的好时机，先射死暴躁狂啊！是关埋员，干得漂亮！先跑，找机会，等他们两不俱伤再继续捡漏。捡漏一时爽，逃命火葬场。不对，逃什么？回头干他们！怪物靠声音攻击，那双血眼只是吓人的摆设，洁癖给一勺大粪就老实多了。他身手一般，大概率也只有那1枚炸弹。我本来想见好就收，管埋员却连他们的弱点都看出来了。干就干，但是大粪在哪儿？免费的还问什么？当然解锁。目中无人想杀怪，他们不但来抢怪，还想顺手把他也杀了。算了，有没有枪都一样。这真是其他玩家。假的，不可能有人在这种不知名小游戏里花几千块买虚拟道具。游戏又在给我做局，逼我充值。还挺聪明，知道现在不能硬碰硬。可就这么被抢怪，被人驱使，也太憋屈了。捡漏的好时机，先射死暴躁狂啊！干得漂亮！先跑，找机会，等他们两败俱伤，再继续捡漏。不对，逃什么？回头干他们！怪物靠声音攻击，那双血眼只是摆设，洁癖给一勺大粪就老实多了。他身手一般，大概率也只有那1枚炸弹。买2袋。少吃2片毛肚，换2袋猫屎。那么可爱的动物，拉的东西怎么会那么臭？别辜负我的期待。查查，我不是故意骗你的，是我前女友一直纠缠我，我跟她其实没有感情。你们一起2年，你对她一点感情都没有，是你薄情寡义，还是冷血？不是，我和她在一起是因为她一直纠缠我，2年里牵手都不超过5次，亲也没亲过。查查，你相信我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哦，好啦，我相信你，快站起来吧。靠，怎么还是打不过？再给你买点好东西。
2万块，我倒要买来看看，什么电锯能值2万？一个游戏道具，随手就是2万。这2天给游戏充的钱，零零总总恐怕快10万了。叉叉，你的游戏人物需要操作吗？我以前玩游戏挺厉害，要不要我帮你？或者我也下载，我们一起组队。好啊，不过我现在想吃下午茶，你能不能去买？当然可以，我现在就去。就买我们上次一起吃的那家，还是上次的套餐，辛苦了。还简易的钱都是网贷套出来的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本来只是想玩玩，没想到你不但想当捞男，还让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当了小三。这些金额，我就是故意说给你听的。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捞男能做到哪一步。我给游戏充值是花钱买自己开心，给捞男花做梦。钱是给捞男看的，不是给捞男花的。身体外观解锁花了1万，脸却还是不能解锁。一套自动清理污渍的裙子又是2万。虽然处处都要氪金，倒也总有意想不到的东西。比如我刚花2万买的电锯，现在正在锯时。好东西，永通电锯，抢过来，得到它，先扔猫屎。等会儿再给你投放一点地沟油，不知道你会不会用啊？管埋员为你投放物资，地沟油3升。队友的办法需要每一步都刚好成功，管埋员看着呢。拼命试试，万一成了呢？你去杀了那些诡异，让他们远离我。我现在想吃点下午茶，你能不能去买点？刚才说买锯，电锯就出现了。现在说话的人就是我的关联队友，我在这里拼命，他却在悠闲地安排下午茶。我杀了你！只要电锯脱手，就有希望抢到。只要拿到电锯，他的炸弹用完，局势就能反转。为了抢一把电锯，连炸弹都不躲，这个男人是个疯子。你能不能听到我说话？刚才那么关键的时候你不帮忙就算了，还在说什么玩男人当小三？你是不是想让我死？那可是2万块钱的永动电锯。我就知道自己没有发横财的命，买刮刮乐连5块钱都没中过。不好，怪物都过来了！阿木，站起来，快吃药啊！干得漂亮！大怪物的弱点可能是耳朵，如果万弩还有箭，可以试着射他的2只耳。真让他赌赢了，这算是走了猫屎运吧。
真打死了！人物会自己交流，怪物还有不同的规律和弱点，这游戏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这次应该拿到不少好东西，接下来总不用我再充值了吧？煮老了，无所谓，我花钱买的就好吃，就好吃。干就干，但是大粪在哪儿？他不只是和我的想法接近，刚才那句话分明是在回答我。游戏公司不会一直在窃听吧？还在内测，搜不到也不是完全没可能。这么有意思，迟早会火。只要玩得开心，不乱扣费，刚才那些也可能只是游戏彩蛋。背包佩戴期间，可按使用者心意直接取出内部物品。不用卸下来翻找，比新手背包好用得多。击杀 C 级诡异守门人，随机掉落属性：敏捷5，力量4，可分配属性5。掉落 C 级战斗护甲1，C 级战靴1。先留着，说不定还有别的用途。这味道像是有人用火锅煮猫的。猪脑，不能再想了，再想下去，哪怕饿死也吃不下东西。他投放的衣服和靴子都很符合我的审美，食物、武器和道具也从不吝啬，像在打扮一个虚拟娃娃。可他怎么会在我拼命的时候安排下午茶？死亡游戏将在关联玩家手机中以游戏形式呈现。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这里是真的，他以为投放物资给我打扮，只是在手机里玩游戏。先躲到午夜12点，现在不适合继续冒险，物资再重要也没有命重要。虽然有点坑，倒是真的舍得给我东西。午夜12点还回不去，我再带着他出去。这什么破游戏？2天充了这么多，怎么还是打不过？靠！怎么不动了？躲在房间里干什么？我又给你充了6万，不是为了看你躲在猫眼后面。叉叉，吃点东西消消气，一个游戏而已，不值得气坏身体。不吃了，气都气饱了，你自己吃吧。可是这是专门给你买的，要不……我说不吃了，我现在有事要回家，你别缠着我。
以前总怕换个老板又有新的恶心法，现在快刀斩乱麻，反倒轻松了。住在一起还能省一份房租。我会爱护你，也会尊重你。好的前任，不能像死了一样吗？生命力量、敏捷全翻倍了，矿泉水、疗伤药、战靴护甲，甚至还有多余的红宝石。现在是真的富了，已经强了这么多，还不肯停下来。在这种游戏里，不用上班，也不用看家庭背景，只要打怪就能变强，不需要费心赚钱处理人际关系。找工作找魔怔了，居然觉得这种随时会丢命的地方比现实好。好奇、担忧、惶恐，刚拿到这么多好东西，还在担心什么？又开始跳舞了，这是饿了。牛肉面、牛肉饼那么多，等等，我投的馒头消失了，抢来的不想吃，就想吃我充钱买的。在找到新工作前，我暂时不会再往游戏里扔钱。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再投放任何东西。他是不是遇到了困境，还是他出事了？阿木，站起来，快吃药啊！从小到大，长辈只会叫我小池，同龄人都连名带姓的叫我阿木这种黏腻称呼，我竟然没有觉得反感。那道声音像清泉一样，真的让我站了起来。可她现在消失了，听声音应该是个女孩子吧。只剩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，倒计时结束，我真的能回到现实吗？受了那么重的伤，拿了那么多物资，他好像根本歇不下来。上面是什么？难道是下一个游戏关卡？反正明天不用上班，今晚就放纵一下，熬夜看看。距离本次试炼结束0小时30分钟。守门人曾在通往未知的门上发现2枚神秘红宝石，他守着的就是楼梯上那扇未知的门。死亡游戏的玩法就是不断探索和挑战，想变强就不能一直安于现状。距离本次试炼结束还有最后19分钟42秒，是时候穿上礼包中的战斗服了。有意思。把东西还给我！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太快了，我拿着电锯，却根本碰不到它。眼睛圆而明亮，透着傲慢与不屑，双眼距离很窄，躲避时动作轻盈无声，
怎么越看越像一只猫？等等，你能听懂人话？我们可以谈谈。不管他想要什么，都是阿木拼死拿到的，交出去绝对不可能。扔猫屎啊！背包里不是还有一袋，舍不得用留着吃吗？生命值掉这么快，支付成功，我就再宠你一次，再投放一次物资。要是还不会用，我就卸载游戏。不需要谈，杀死你，抢回我的东西！他还在。吵死了！我杀了你！真的有用。聪明，杀不死也先恶心死他。你找死！玩家目中无人，你已完成死亡游戏内测期第一次试炼关卡并存活，个人天赋系统即将开启，是否现在开启？只有退出选项亮着，其余全部变成灰色。停服还是维护？人物界面也进不去。剧情正到这里就不让看了。这是我的家。死亡游戏室是真的，我在现实和游戏之间穿梭了一次。7月23日00点05分，我看球赛那晚，过了12点就是7月19日。游戏里4天，现实也过去了整整4天。游戏里增加的力量和敏捷也被带回现实了。如果还有没发现的针孔摄像头，不能暴露这些变化，失踪4天，家里一定已经找疯了。1万名玩家，只有359人活着回来。我结束游戏时身受重伤，回来后却全部恢复。那些死在游戏里的人，会不会也能在现实复活？已解锁天赋，强取豪夺。使用技能3秒内力量敏捷翻倍，抢到目标冷却减半，抢来的最响，还能额外增加属性。可升级的天赋，好东西。管埋员他也会获得天赋吗？还是只有亲自从第一场死亡游戏活下来的玩家才能开启？游戏数值可以进入现实，这意味着整个世界都可能因此改变。同一国家的玩家似乎被安排在同一区域，对门的胖子和卷发女人应该也活到了最后。这件事必须保密，一旦让人知道数值与物资能带回现实，我可能会死得不明不白。还要解释这次为什么失踪4天，以后每次游戏开启也得有合适理由消失。应该是妈妈。池小姐去哪里了？妈妈，抱歉让您担心了。报过警了吗？沙发去哪里了？妈妈，你为什么会在深夜过来？你知道我回来了。你做事还是不够细致，大概检查一遍没看见监控，就以为现场安全了。稍微专业一些的人放置的监控不会让你用肉眼轻易发现。我来之前已经把那段监控彻底销毁。这件事我暂时没办法告诉你，只能说是一种超自然现象。您看到的监控内容是什么？你突然浑身是血出现在沙发上，随后检查现场，搬走沙发，清理血迹。暂时没办法解释是什么意思，还会有下一次。是为了我们2个人的安全，您最好暂时不知道真相，还会有下一次，但我相信自己能处理好。如果需要，我可以找大师驱邪。这几天我私下见过几位大师，没有报警，我只找了人暗中调查。你爸爸和外公外婆那边也暂时瞒着。对不起妈妈，暂时不需要驱邪，但我无法保证不会再次失踪。池家在海城太显眼，您不报警我能理解。
赤木，这次你失踪以后，我想了很多。我从小对你严厉刻板，是为了让你将来继承家业。但我现在发现可以不继承，我们家已经足够有钱了。我更希望你平安健康。既然您这么说，我正好有件事想请求，我想创业，多给点钱。创5个小目标，够不够？我就知道，您果然是我亲妈。面试时间今日上午，还有10几分钟。恶魔空间游戏公司，工作经验不重要，游戏策划师，起薪3万，5天8小时，还双休，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工作？我的专业虽然是设计，但脑洞也不算差。这2天玩孔游正好有不少想法，下午回去写一份策划，投过去试试。广告都送到眼前了，万一真走了狗屎运呢？我们这边采用弹性工作制，你能接受吗？弹性工作具体是指上下班时间灵活，还是需要随时加班？加班费怎么计算？电商行业忙起来都差不多，年轻人还是要以项目为重，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，公司不会亏待认真工作的员工。应聘设计师月薪才1万，狗不干，我干。设计师的工资比较固定，上升空间低。你形象条件这么好，有没有考虑过其他岗位？不考虑。传说中的 BOSS 直片，谁给我取的名字叫简离啊？搞得我到处投简历。恶魔空间游戏公司欢迎有创意、有想法的志同道合之士加入。恶魔空间，名字太广泛了。所有游戏策划都将是未来的游戏管埋员，请发散您的脑洞。哪个打工人犯了这么大的错，招聘信息都能写错别字？管埋员，还正好跟我的游戏 ID 一样。请填写4字以内的艺名。目中无人。10几万份简历，没有一个艺名叫管埋员。广告上的错别字也是特意留给你的。游戏又要开始了，希望这次你还在。玩家管埋员，恭喜进入第2次试炼关卡，请尽力保证你的队友目中无人存活。终于开了！天哪，死亡游戏，这居然是真的！救命！有没有人？我要回家！他把那个游戏人物吃了！天哪，死亡游戏，这居然是真的！游戏人物为什么会说死亡游戏是真的？阿木，这次也要机灵点，活下去！天哪，死亡游戏居然是真的！他为什么会说居然是真的？他是第一次被拉进来的新玩家，却提前知道死亡游戏。有怪物正在进食，他吃了玩家。敏捷73，身体素质、武器和速度都比第1场强了太多，可以主动去会会他。技能别给，我能抢已发动。标记目标，红眼怪物左眼，标记成功。击杀 C 级诡异血狼，随机掉落属性，力量加3。血狼获得物资：血狼左眼，饱腹食材。这东西，狗都不吃。
平复这3天他去哪里进修了？怎么又强了这么多？生命之满，力量47，敏捷73，智力8，这涨幅也异常了。个人天赋已解锁，个人天赋加密。个人天赋又是什么？有什么是我这个花过钱的主人不能看的？解锁关联人物脖子以下真实外观1万元，面部外观暂不可解锁。1万！游戏设计师是不是吃君子中毒了？谁会花1万块给像素小儿解锁脖子以下的外观？别给，我能抢。剩余冷却时间300秒。本场剩余时间71小时54分，时间比第一场少了1天，这绝对不代表更容易。开场就是 C 级诡异，这次的危险只会比上一场更高。刚才的惨叫声好像就在那边，我们离远一点。兄弟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真的要疯了！我在家里睡觉，一睁眼就在这个鬼地方，又冷又吓人。你能跟我讲讲进入游戏前发生了什么吗？我是第2次进游戏，你多说一些，或许我能保护你。我本来在家里睡觉，突然收到通知说我进入了死亡游戏。对了，死亡游戏！当时我只是随手玩了一下，后来就没再管。与第一场的关联玩家提示对上了，死亡游戏先出现在他的手机里，他随手玩过，几天后却被亲自拉进游戏。手机里的具体玩法是什么？物资又是如何获取的？我记得几天前我逼，当时只是随手玩了一下。你是说你逼，然后也来了这里？怎么还有文字马赛克？是我充值太少，功能没开全。既然不让看清楚，干脆连字幕都别给。诡异的攻击尚且存在规律，智慧也不算高。玩家不同，上一秒还在叫兄弟，下一秒就能把刀捅进对方心口。刚才不是还说要保护他？谁？我是玩家。我应该也是玩家，我刚刚才来这里。深夜被投放进陌生密林，附近还有食人的怪物。这一场对新玩家来说，几乎是地狱开局。你进入游戏之前发生了什么？手机里是不是多了一款叫死亡游戏的软件？然后呢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的确玩过那个游戏，但只玩了几分钟，后来有事，我就把它搁置了。又是个废物！废物就去死吧！杀了你，我还能多拿几个属性点。新玩家可比怪物好对付多了。还是个小美人，可惜。把火把灭了，我有问题问你。问完以后，你也会锯掉我的脑袋吗？我救你一命换几个问题。你之前在手机上玩死亡游戏时，有关联玩家吗？我忘了，我几乎没有玩。但我刚进入这里时，游戏通知我已经匹配了关联玩家。刚才就是关联玩家给我投放的火把，一共能燃烧5分钟，可以随我的心意熄灭或者点亮。想活下去，就把火把灭了，拿上地面的钢刀，换个地方藏起来。在这里保护自己，就已经要拼尽全力。我没办法再为其他人的命负责，没把他的火把抢走，已经算我心地善良。想抢、克制、恐惧、担忧、疑惑。想抢那只火把，火把50元，可燃烧5分钟。不实用。在森林里举着这么亮的火把，不就是告诉怪物和其他玩家自己在哪儿？跟人形靶子没区别。杀了那个坏小人以后，没有为了属性继续滥杀，也没抢走那个女孩唯一的火把，还给她留了钢刀。他的手机里出现过死亡游戏，只玩了几分钟，后来被拉进游戏，
又重新匹配了关联玩家。从手机玩家变成游戏玩家，中间还缺少一个条件。那个条件到底是什么？第一场有1万名游戏玩家，每一个人是否都匹配过手机端的关联玩家？当你关联的游戏人物死亡，你将接替他继续进入下一场游戏。游戏里的玩家死亡后，手机端的关联玩家会接替他们。接替者进入游戏，又会匹配新的关联玩家。只要继续死亡，就会有新的人不断补进来，像套娃一样无穷无尽。为什么突然有种整个世界都要完蛋的感觉？他现在在做什么？如果我死了，他也会被拖进这里。后进入游戏的新玩家毫无经验，只会被老玩家轻易猎杀。诡异会杀人，人对人的恶意却可能毫无缘由。支付成功2.0元。他好像真的长出了自己的血肉和想法。管埋员为你投放物资，火柴成1。在这个游戏里，我不会轻易相信任何陌生人，但我可以无条件相信管理者。他每次给我的东西都恰到好处。第一次杀人之后，他甚至考虑到我见不得肉，给了我2个馒头。这次也一样，不是显眼又短命的火把，只是一盒可以随时取用的火柴，比火把实用多了。队友还是一如既往的靠谱。使用天赋以后，饥饿速度明显加快，这可能是技能的副作用。这火到底从哪儿来的？我穿的还是睡衣，这鬼地方快冻死了。跟我们一样的人应该还有很多，大家聚在一起，人多力量大。谁知道关联队友是什么意思？队友有什么用？我真是服了。你们不觉得这件事很可怕吗？我们来自不同国家，进这里以前，我发誓自己根本不会外语。可现在，你们说的话，我全都能听懂。这堆火出现的太刻意了。仇敌，上一场游戏抢夺电锯使用炸弹，这游戏还有连续剧情。上一次结的仇，这次居然还在，跟我想的一模一样。不用害怕，火是我放的，让你们取暖。不过作为报酬，我需要你们回答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又是什么人？我是上一场死亡游戏的存活玩家，我刚才一直在树上听你们说话。你们都是这一场的新玩家，也都在手机里玩过死亡游戏，对吗？没错。我们更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我连自己怎么进来的都不知道，要怎么回答你的问题？美丽的小姐，我没有恶意，我只是太害怕，想得到你的保护。滚！我是更强壮的男人，这把枪交给我，或许我能更好的使用。救命！贱人！他怎么又有新的强力武器？看到就想抢过来。是高温火焰枪，可以远程攻击，最多6米。超高温，能融化 B 级以下武器，还能绑定主人，被抢走就会直接损毁。我操！6万块，哪个大冤种会花几万块给游戏人物买这种道具？又让装备豪华的人跟阿莫见面，就是想让我继续充值吧？平服3天，大概就是在修复能抢武器的漏洞。我的装备都只有 C 级，冲过去，可能还没抢到就先被融化。即使抢到手，
也只会得到一件损坏的武器，得不偿失。忍一时，风平浪静。未知存在出没。东北方向好像有怪物，打怪会掉很好的奖励吗？东北方向好像有怪物，打怪会掉很好的奖励吗？又听我的话了，好几次了。游戏真的能通过语音控制人物？有个几乎融入背景的小麦克风图标，而且默认开着，这已经不是设计问题，是侵犯隐私了。麦克风已关闭。停下，在树上跳支舞看看。你这个小人在游戏里需要上厕所吗？会不会被我看到？没有纸怎么办？管埋员，你还在吗？不是吧？麦克风关了还能听到？这游戏不会真要让人物蹲在树顶上厕所吧？谢谢你给我的火柴。东北角的怪物有更具体的信息吗？可能是我声音太小，他听不到。还好不是在上厕所，只有开麦时他才能听见。刚才是内测游戏的语音漏洞，还在内测，总要给新游戏一点试错机会。麦克风已开启。目中无人，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？你打怪的时候会害怕吗？果然能听到。东北方向的怪物是血红色，信息显示为 C 级，更具体的情况我也看不清楚。谢谢。我的性别是男，我是人，在这种环境下当然会恐惧。谢谢你的陪伴和鼓励，我会努力变强。好乖啊。你是男生？有8块腹肌吗？你在游戏里会拉屎吗？拉屎怎么擦屁股？这还是他吗？是上一场那个冷静、靠谱，每次都能准确破局的队友。还不回答？居然有小脾气。我收回以前说没有体验感的话，这游戏的体验感也太强了。不对，他的状态很不对劲。难道他在现实里吃了有毒的菌子，开始胡言乱语？或者他那边遇到了麻烦，也可能是他知道我害怕，故意插科打诨，让我放松。这种可能性更大。他手机里的游戏到底是什么样？他是不是也要在手机里打败怪物，才能获取投放给我的物资？那边火光太亮，很快就会引来怪物和其他玩家。关麦员提醒我东北角有怪物，是在委婉让我离开。我相信他的判断，如果我死了，他也可能被拉进这里。我们是唇亡齿寒的关系。救命！我不想被吃掉！这里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这一刀挺帅，有狼形轮廓与血红眼睛，又是一头血狼。它也是靠声音判断目标，叫得越大声越容易吸引它。麦克风已开启。血狼似乎依靠声音攻击，暂时不能确定是夜里看不见，还是眼睛本来就是瞎的。总之，跟现实里的狼不一样，这头血狼的攻击像是在戏耍和驱赶。怀疑它有同伴，或者有主人。总不能每头血狼性格都不一样，一头急着吃，一头喜欢慢慢玩。别给，我能抢，可使用。技能只能强化3秒，3秒结束后消耗太大，再遇到异兽会非常被动。这里不对劲，他们与我一样，都是莫名被拖进来的普通人。我明明有能力阻止，却看着无缘无仇的人被吃掉，再冷血也做不到。
有老玩家藏在暗处抢怪。他也有技能。他想先杀我拿属性，再杀怪物，一举两得。看来还是得慢慢调教。想救人没错，但就这么莽撞冲出去，差点把自己送走。一次性道具可通过恶心与羞辱驱散少量负面状态，售价5元。5块钱的能救就救，救不了就当他为自己的莽撞付出代价。这种生死关头，他又吃君子了，还是看我死得不够惨，还要加一层羞辱。不能动了，关埋元是在用尖叫击打断怪物的技能。技能别给，我能强力发动，标记目标，高撞怪物头颅。剩余强化时间1秒。别杀我，我们都是同族玩家，应该互相帮助，我们可以组队。互相帮助？你刚刚对我放箭，冤枉！我是想杀那个怪物，帮你的忙，只是没想到射偏了。真想帮忙，心虚逃什么？我说，我该锁的天赋是夜视，在黑暗环境里，我能像白天一样看清东西，我可以当你的眼睛。别信他，他要是真有夜视，刚才在林子里不会走得那么不流畅。先杀了再说。果断、暴力，还听话。谢谢那只尖叫鸡，关键时刻帮了我大忙。另外，它真的很臭。那么小一只，味道却能顶级过肺，差点不是被怪物杀死，是被它臭死。击杀 C 级诡异驯兽师，随机掉落属性：敏捷乘3，力量乘5，可分配属性乘3，随机掉落技能僵化。C 级不可升级，可僵化目标0到3秒，冷却600秒。僵化配合强取豪夺，我的实力又能提升一阶。你能带着我们一起走吗？谢谢你救了我们，可我们根本没有自保能力。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提示？这里太黑，到处都有危险。游戏还剩70个小时，我们该躲在哪里？怎么避开怪物？爬上一棵树，先等天亮。如果天一直不亮，就尽量闭嘴，待在树上。我在树上移动很久，没有遇到攻击。游戏不会直接把所有生路堵死，只是黑暗和恐惧会让人不敢往上爬。你那么厉害，帮我们一下怎么了？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去死吧？救他们的时候差点死，又被同族背刺，最后还要被救下来的人道德绑架，难怪心情不好。救了个白眼狼，为什么不把他也刀了，出一口恶气？这种冲动，但想想还是算了。这种人在生活里比比皆是，他算大奸大恶吗？不是，只是自私、自我。何况我和他没有仇怨。你不生气吗？有点，但还不至于气到无乱杀死弱小的人。在这里，怪物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清醒，有底线，不会因为有了力量就随便杀人，当然，也没善良到什么都不要。算了，哄哄你。支付成功
0.50元。再花5毛钱巨资。他知道这馒头有多硬吗？他知道我不缺食物，却还是送了一个馒头。原因很明显，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安慰我。我能看见你这里的大部分情况，更多的信息想解锁大概比较困难。赚钱跟吃屎一样难，解锁当然也难，可绝不能让一个游戏小人知道我是穷人，我可是主人。呀，想用彩虹屁骗我爆金币？再多夸一点，我爱听。什么叫被威胁？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救过你多少次？你数过没有？让你从数据库里找几句好听的话，怎么啦？付出了时间，也付出了钱。时间就是金钱，金钱就是我的生命。我可付出了我的生命。你才死呢！但我为了救你，我可是付出了一部分生命。现在知道我的牺牲有多大了吧？他为了给我投放物资，需要付出生命。管蛮员，谢谢你多次救我，你也要保护好自己。我不知道你那边的游戏情况，但不要再为了我冒险。刚才是我太莽撞，现在我的食物、药品和武器都足够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需要再为我投放物资。你把东西留下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以后我会更加谨慎，珍惜自己的命。我也会继续变强。希望有一天，我也能帮上你。他是在关心我，居然还会主动劝玩家不要氪金。那在你眼里，我会是什么样的存在？不要这么想，我不是你可靠的队友，我可是你主人。主人，他把我当成什么？圈在游戏里等他投喂的小猫小狗？你是我的队友，关联队友。但我觉得我是主人，我是皇帝。看来你没有被威胁，也没吃君子中毒，只是我经常因为跟不上的脑回路而感到自卑。输给皇帝，你无需自卑。这个队友真够抽象，其他人的关联玩家给的物资都很正常，只有他每件东西都奇怪的与众不同，却总能救命。皇帝，那你能不能告诉微臣你的性别，还有你是哪儿国人？我猜你是华国人。他的声音和使用的梗都应该是华国的。人，我是神仙。我们这里的神仙没有性别，也没有国家之分。算了，我喜欢就好。以后按自己的心意活，不再为了讨好谁委屈自己。莉莉，能不能原谅我这一次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上次只是跟你开玩笑，想试探我们的感情够不够坚定。莉莉，你真的这么狠心，打扮的这么漂亮，是不是背着外面有人了？陆浩然，你的意思是，先去傍了富家千金的你，跑来跟我提了分手，说你自己想吃软饭了，所以我就当我们已经好聚好散了。怎么现在你回来纠缠我，反而成了受委屈的人了？
我没做过这种事，我对你一直一心一意。当时那些话只是吵架时说的气话，就是吵架时说的玩笑话。小伙子都这么诚恳的道歉了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就原谅他一次吧。您站着说话倒是轻松，不过这戏码呢，我早就看腻了。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大爷，您这话说的倒是真有意思。您的意思是，无论这男人犯了多大的错，只要肯下跪，就理所应当被原谅喽？那这犯错的成本未免也太低了点吧？你这小姑娘不是在抠字眼吗？小伙子都说了是气话，挑对象哪有不吵架不说气话的？我们2年的感情呢，能不能给彼此一个机会？我可以把事情解释清楚。看他遇到危险时，我总觉得他这个游戏小人应该再果决一点。现在轮到自己，为什么反而做不到？陆浩然，你敢把刚才对我表忠心的话再说一遍试试？你在拍我？为什么要拍下来？当然是作为我们感情的见证，免得你以后不认账。李李，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，什么富家小姐都是我骗你的，我只是想看看你在不在乎我，什么富家大小姐都比不过你，那些都是狗屁。可以了，我现在就把视频发给那位大小姐。正好，我可是已经找到她的社交账号了。你有病吧？住手！你是不是想毁了我？慌了呀？你可以继续谎话连篇，我倒是挺爱听的。这是从垃圾堆里捡的男朋友吧？拜金，还满嘴谎话，早点扔了。什么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动不动就跪的男人，膝盖里装的就是软骨头。小伙子，别跪在这里丢人了，赶紧滚远点，不然我给你拍下来发到网上。你等着吧，除了我，不会再有人真心实意的喜欢你。原来你和那些垃圾也没什么不同。我刚收到通知，说自己觉醒了天赋，你们呢？我觉醒的是 C 级。我也是 C 级，这才合理，不然怎么跟怪物斗？小声点儿，别再把怪物引来。我们一路往中心走，怪物好像都在外围。不过你说的对，也得防着其他玩家。上一场的玩家要活到整场结束才能觉醒天赋，这次的新玩家过了1夜就能觉醒天赋了。第一场有房间作为庇护所，第2场的新玩家却同时面对怪物和老玩家，难度更高。活过第1夜就是他们获得天赋的考验。我要去外围，你继续跟着，还是留在这里？去外围？他们刚说那里全是怪物。怪物集中在外围，正是白天猎杀的机会。视线恢复，也能趁机看清这里的地形。别人没有对我动手，我也不会无缘无故把刀挥向同族。之前离得太远，以为是没有散尽的晨雾，那是这片丛林的边界。这头算我的。这都能被抢，老子好不容易遇到个落单的，谁在那边？敢抢怪不敢站出来！第一支箭是我射的，真要说抢，也是他抢我的怪。老大，这边有人敢抢我们的怪！又是他。对面一共有6人，大概率都已经觉醒天赋了，不好对付。而且我和这白发女人还有旧仇。对，我这不叫怂，是
是暂避锋芒。别怂，优势在我。马上有大怪物过来，待会儿说不定能浑水摸鱼。别让别人冤枉你抢东西，要抢就来真的。听队友的，准没错。我们老板要求先发一张全身照，再来面试，这个薪资都好商量。我应聘的是设计师，不行，我要投诉他们。招聘软件都快变成交友软件了。早上就这么不顺，下午也不想去了。这都行？随手写的1000多字脑洞，居然真有面试！海城头部公司池氏集团旗下，是池氏。第一次在公开采访里看到池院，我就被他从容的气场吸引了。公开资料显示，他20岁出头就开始大举投资房地产，却又能在房产行业转入低5钱，精准且迅速地出售所有相关资产。随后，池氏果断进入互联网、海上贸易与电商领域，业务规模持续扩大。每一次财经报道中的他，永远都是这么优雅冷静。这么大的集团，又在地铁站投了那么多广告，总不至于是诈骗。您好，海底鱼绿。您好，我是收到面试邀请的简历。考虑到您目前在云城，我们安排线上面试，面试时间定在今天下午3点到4点之间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既然对游戏剧情设计有兴趣，面试大概也会问相关内容。别怂，优势在我。马上有大怪物过来，待会儿说不定能浑水摸鱼。别让别人冤枉你抢东西，要抢就来真的。该屏蔽的不屏蔽，不该屏蔽的倒是全给打码了。狗叫什么？这里全是玩家，谁杀死了就算谁的，怪又没写你的名字。要不是仇敌，我都得夸你一句3观正。但在我的地盘打怪，就得交点保护费。这是黑社会吧？在商城的介绍中，最远攻击距离明明只有6米，难道是暂时不让我看到的天赋技能？朋友，别躲了，看你的实力还不错，不如加入我们的小团队，跟着我们，或许你能活得更久。那个怪物已经在靠近了。它跟前面的怪物不一样，这东西有自己的意识。
跳这么高，这又是一种刚觉醒的天赋。打吧打吧，等你们拼个2败俱伤，我们再来收场。冰冻。他有技能，而且皮糙肉厚，现在没有发现明显弱点。有弱点，他的髋关节不灵活，也可能是腹部中心。别再攻击头和心脏了，朝他腰部遮挡的位置攻击试试看。说不定他只是需要一块遮羞布。这队友为什么总能在紧要关头突然搞个抽象？不过荒谬归荒谬，分析确实有点道理。怎么又打不赢？这破游戏，你这垃圾角色！我要消耗删游戏，我还要投诉游戏公司恶意圈钱。原来我死了，对他来说只需要重新创建一个游戏角色。真是背后那里，我可是只有一次机会，猜错了，我可能就要消耗了，那就要换你进来接力了。他有痔疮，这怪有痔疮。好，再信你一次。又是他，还有他那个战术很抽象的队友。技能别给我能抢，已发动。他不只有一个技能。又是什么鬼东西？把辣椒按进那个伤口处，再从里面爆炸，光想想都觉得疼。技能僵化已发动。就是那里，捅他那个部位。秘籍诡异，越级击杀6只，我就能升级天赋。这件武器可以分给你一把，我留一把就够了。给我？
你救了我一命。上次你抢走我电锯的事，我就不再计较。但说实话，我输给你，不是因为你有多厉害，是因为你有一个很不错的队友。他的确很好。你的队友观察力很强，每次给你的物资虽然都很普通，甚至有些奇怪，但判断确实非常精准。你的队友是男的是女的？能不能替我转达几句话？还是被资本做局了，刚才又没忍住，花了50块买个破道具。50块钱就听了一个砰，50块买了个吃亏，50块买了个上当。给我。跟我。这游戏还会有其他 NPC 和玩家互动的环节，还是操控这个小人其实是另一个玩家，对方想跟我对话。正式进入是指公测吗？问问他想对我说什么。你有什么话直接说。你的关联队友为什么总给你投放猫屎、辣椒这些奇怪的东西？这些物品跟电锯和枪支相比，似乎并没有那么强。那当然是因为我一直在把控战局，时时刻刻关注着你们的战况，尽力获取当前最有效的道具。他说他是一直在把控战局，时刻关注这里的战况，在尽力提供当时最有效的道具。您的队友的确十分谨慎细致，也很强大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有朝一日能与他并肩作战。刚才救下我们，也是他指示你这个木乃伊做的吧？我无意继续与你们结仇，希望能交个朋友。木乃伊，真想交朋友，那就拿出点诚意嘛。告诉他们，他们的命可不是免费的哟，请交买命钱。的确是我的队友让我救你们的，他是一个十分热心善良的人，但很抱歉，可我不是。刚才救了你们，保护费现场交一下，概不拖欠。我的天赋神秘莫测，速度也足够快，刚才你们已经看见了。不交买命钱，回头我只能逐个去舔各位的包了。哼，还挺上道嘛，还知道维护本主人的形象，自己去背黑锅呢。我给你充了10几万，不是为了听你使劲夸别人。猫屎、辣椒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啊？我给你买的衣服都是商城里最贵最好的，就连武器我也是给你买最贵的。你自己不争气，打不过别人，怪谁？这张面具可能不如武器实用，但你应该刚好需要，总比你现在的木乃伊打扮好。好得很。衣服还没上新，面具先被你送人了。人家给点3瓜2枣你就这么稀罕，没见过好东西。我还以为你是个高贵典雅的角色，没想到口味这么重。既然这样，我就满足你。刚才的远距离火球也被改变过轨迹，他的天赋应该与操控飞行物有关。2瓶都是高级治疗药剂，哪怕生命值只剩1点，喝下1瓶也能立刻拉满。诚意的确足够，可惜还是那把喷火锹更让人心动。队友还看着，不能把事情做绝。
世界终于疯了，正道也被邪修带偏了。看得出来，你的队友也十分不错。他给你的物资，足足有我的100倍。你可得好好感谢他。的确，我的队友总会给我最好、最多的物资。他是我最好的队友。真的？原来你的品味这么独特，看来我以前的攻略方向错了。他到底在攻略什么？我只是希望他能多陪我分析战局，想想破局办法。现在的我像个物质富裕却没人陪伴的富二代。算了，他也有别人比不上的好。你们几个也拿一些，这是很厉害的攻击武器。一个极度洁癖的人居然克服了对脏污的排斥，你要小心，这个目标个体以后的危险参数可能会成倍增加。和我想的一样。现在是白天，视野清楚，我想看看他到底是什么东西。看吧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下次敌人的弱点不能只靠猜了。刚才近身战斗时，没有这种味道。死亡后，身体立刻开始腐烂。这游戏疯了吧？以前只是恐怖、血腥，这次是在挑战人的生理极限。难怪钢管正好杀了他，他的心脏居然长在那个位置。诡异，这种怪物在游戏里叫诡异。外表像人，身体构造也来自人类，只是被重新打乱了。那层灰风雾正在移动，速度很慢，但在向你们靠近，小心一点。您好，简黎女士，我是海底文旅的 HR 孙熙，很荣幸见到您。您好，孙女士。简女士，我有几个问题比较感兴趣。第一个问题，您为什么会把简历投给我们？因为我在地铁站恰好看见了招聘广告，薪资待遇对我很有吸引力，而且岗位没有设置过多的履历要求。我虽然不是游戏设计相关专业，但玩过不少网络游戏，我的想法也比较发散，所以想试一试。第二个问题，您的创意里提到单元式生存逃脱 ，NPC 根据玩家反应做出下一步反应，还有游戏人物模板多元化，这些内容可以具体讲解一下吗？目前市面的网络设计师提前设置有限的剧情模板，玩家无论做出什么选择，最终都会被框在这些模板中。我想做一款单元式生存恐怖游戏，玩家之间可以互动，现实玩家也可以与自己控制的游戏人物互动。游戏人物可能听从玩家，也可能拒绝玩家，这种不可控性本身就是持续产生惊喜的来源。不同 NPC 还要拥有各自完整的性格、判断与情绪，他们不是只会重复固定台词的工具，
他们要能对现实玩家的选择产生反应，甚至产生属于他们自己的不受剧本控制的故事。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面试，面试结果我会在今天下午6点前通知您。祝您生活愉快。谢谢，也祝您生活愉快。公司这面试官看起来倒是挺好的呢。他总会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。猎物，能具体说说吗？灰雾里很可能全是所谓的诡异，你们没有真正进入里尝试过吧？里面视野受阻，诡异数量又多，进去很可能有去无回。灰雾就是不断缩小的警戒线，猎场会越来越小，最后外围全是灰雾，玩家只能挤在很小的活动区域里。等活动范围缩到最小，我们会面临比刚进入游戏时更大的危险，但游戏难度不至于毫无征兆地提高到绝境。昨夜虽然漆黑，只要不大声引来诡异，躲在树上仍然能活。这次的生路应该也藏在某个地方。你别乱猜，问问你那个聪明的同友。我就是他的传声筒，你最好对我客气一点。请你别乱猜，请问问你聪明的队友。能从雾里钻出来的诡异数量一定有限，如果他们能倾巢而出，你们恐怕早就死了。在圈子缩到最小之前，尽可能杀死从灰雾里出来的诡异。这里的确是围猎场，但你们也可以反围猎。在圈子缩到最小之前，尽可能杀死从灰雾里出来的诡异。这里是围猎场。杀死诡异可以获得属性、物资和技能。谁是猎物，还不一定。你说的对，还有什么信息可以提供给我们？作为等价交换，你需要什么？还挺上道。按照上一场的经验，最初的诡异可能会有规律的一波波出现，后面的攻击频率会更高，出现的诡异也可能更强。等存活圈缩到最后，还会有一个 BOSS。 等活动范围缩到最后，还会有一个 BOSS。 多说点好听的话，甜言蜜语会不会？抱大腿就要有抱大腿的觉悟，不会撒娇就跟我学。大佬，求求你可怜一下我们，再多分析一点。爱你，么么哒。大佬，请你怜爱，总之么么哒。你这是铁血硬汉的人设吧？撒个娇都像在执行军事任务一样。那你自己现在是怎么想的？早上我看见过，中心区域有一大片湖，我还没有真正靠近过。按照你说的警戒线收缩，存活玩家最后很可能会被逼到湖边。先尽可能提升实力，等围猎范围缩到湖边，很可能还会出现新的变化。可以有临时队友，但不要完全信任任何人。等出现新变化，我再与你讨论。我现在能看到的信息也不多。年轻女子在家中离奇失踪，请各位市民小心注意。最近失踪的人这么多，怎么这么多失踪的？我朋友也是无缘无故失踪，报警后还没结果。在家离奇失踪的，建议都先查配偶，爱的时候天天腻在一块，不爱的时候东一块西一块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离奇失踪算什么？还有大变活人呢！那天大半夜我走在昏暗的街头，明明是我一个人在走，忽然有个人变戏法一样出现在我面前，还又哭又笑的说什么我活下来了，吓得我差点括约肌失禁。
这几天刷到国外也有不少离奇失踪的新闻。总之，大家都保护好自己吧。半夜3更少出门，高薪工作你别信，免得诈骗园区嘎腰子一条龙。简黎女士，恭喜您通过线上面试，薪资与招聘信息一致，3万元起薪。公司会在入职的第1个月开始为您足额缴纳社保，公司这边也会提供员工单人公寓，每日提供2餐。你有什么其他福利待遇方面的疑问，你也可以现在问我。我能问一下，条件这么好的工作，为什么会选中我吗？毕竟我是没有游戏设计方面的经验。您的思维活跃，脑洞很大，这符合我们的招聘要求。工作地点确定是在海市，不会入职后再外派到其他地方的吧？简黎女士，绝对在海市，您的腰子也绝对安全。3万起薪，以前做梦都不敢这么做，路费也能报销，这是神仙公司啊！海市这份工作肯定要去，奶奶去世以后，我在云城也没什么牵挂了。天大地大，去哪里都一样。晚一天去报道，我都怕这种公司会反悔。好工作可遇不可求。池总，本次招聘游戏设计师，目前共收到全国3万多份简历，初筛后有600多人的创意较为突出，沟通后共有300多人参加视频面试。目前有25人在面试中主动提到招聘文案里的文字错误。没有人的艺名叫管埋员？目前没有。要不要再等几天？不等了。先把招聘广告撤掉，把那25个人的简历拿给我。他虽然提前打过招呼，这次仍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这个人是你亲自面试的？是的，池总，本人比简历照片更符合视觉光学美感，脸上没有后期人工修复的物理特征痕迹，各项外形参数都很出挑，极具辨识度。他此前从事商品详情页设计，对核心游戏策划基本没有专业开发经验。把他招进来，不懂游戏策划没有关系，人可以学。他结业院校不错，学习能力应该不差。最重要的是，她很漂亮。暂时就这些，其他事情过2、3天再说。我暂时不和你们一起行动，我去其他区域收收诡异。请便，愿意继续跟我的就留在队伍里。先说清楚，诡异由谁完成最后一击，奖励就归谁。遇到实力强的诡异，任何人都不许临阵脱逃，也不许故意留守，等着抢最后一击。大佬，我有点跟不上你的速度，我先跟着他们，等圈子缩小以后再见。行。从白天离开队伍以后，他一直没有再出现。他会不会出了什么事？你的属性又高了不少，今天打了一整天猎。是，今天一直在打猎。不想成为猎物，就只能成为猎手。有没有缺少的物资，或者有什么特别想要的？我今天运气很好，可以给你一些。
你今天也去打猎了，收获怎么样？没有打猎，但生活里有很好的收获。我今天很开心。你呢？天快黑了，一个人会害怕吗？为什么不跟其他玩家一起？当然会怕，但害怕没有用，不如让自己再强一点。他们只是萍水相逢，暂时聚在一起抱团取暖。一旦涉及利益，比如抢怪，小团体很容易分崩离析。我也不喜欢把后背交给不了解的人。你不愿意把后背交给不熟悉的人，可你总是把后背交给我。我对你而言，甚至还不如那些玩家熟悉，这不是悖论吗？你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你救过我很多次，是我的救命恩人。除了救命之恩，我们之间还有更深的利益捆绑。有些时候，利益关系反而比其他感情关系更稳固。利益捆绑吗？也算是吧。你的意识波动有些紊乱，还是先去中心区域找地方休息一下。我本来也是这样打算的。这一场没有房间之类的安全区域，始终待在露天环境里，精神一直绷着。不过天快全黑了，我想再杀一波诡异。你那里有能制造巨大声响的东西吗？拿着吧，好好玩。管埋员为你投放物资。妈妈从小对我要求很高，这些被视为不务正业的东西，我几乎没怎么玩过。谢谢你，管埋员，你像是有一个百宝箱，总能拿出让人意外的东西。那当然，我早就说过，我是神，是无所不能的。话都说到这里了，你能告诉我你的腹肌摸起来是什么手感吗？你没摸过，我以为大部分男人都有。我又不是男生。果然是女孩子，不出意外也是华国人。听不出明确性别，但声音很舒服，像一股清泉。你那里也天黑了吗？刚刚天黑，我这里和你的时间同步，扔几个摔炮试试，也让我听个响。我把你养得真好，成长得这么快。养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意思。我舍弃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，替你换取需要的物资。这还不算养你吗？能具体说说你获取物资的途径吗？你也需要像我一样承受严重的死亡威胁。我听说你那边的死亡游戏是以手机游戏的形式出现。抱歉，我无法想象手机游戏如何把真实物资交到我这里。